家门口的枇杷成熟后，邻居嫉妒，偷偷往我家枇杷树上喷农药，好心劝偷枇杷的村民别摘，村里人却不听我。看着窗外鬼鬼祟祟的身影，我拿出手机，悄悄拍下了葛翠香喷农药的全过程。葛翠香背着喷壶离开后，我并没有把这些沾了农药的枇杷摘了，而是像上辈子那样写了一块警示牌挂了上去。下午果然有几个村民趁我家没人，挑着筐子过来偷枇杷了。看到二强婶子和三赖子夫妻的身影，我不由得说道：他们果然来了。这两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二强婶子是村里出了名的爱贪小便宜，来他家偷东西就跟回自己家一样，而那三赖子夫妻俩就是坏得流脓的一对夫妻，还敲诈过萧家。看着两家人摘枇杷摘得起劲儿，还把枇杷树枝都掰断了，将枇杷丢得满地都是。我暗暗冷笑，摘吧，吃死拉倒。这一次我不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倒打一耙了。拿出手机找到村长的绿泡泡，让村长把我拉到村里的通知群。进群后，我二话不说就发了个大红包，立刻把所有人都炸出来了。清华这是在哪发财了？突然发这么大的红包？我直接把葛翠香来我家枇杷树上喷农药的视频发了上去，然后带着歉意给村民解释，往年这个时候我家总会请大家随意品尝自家成熟的枇杷，但今年隔壁的葛翠香在枇杷树上喷了农药，我担心有人误食中毒，便想出这个办法，郑重提醒乡亲们切勿采摘食用，并且要转告家人，以免发生意外。一位村民听后顿时气愤不已，忍不住骂道：葛翠香这婆娘有病吧？好端端的往人家枇杷树上喷农药，她是不是想把咱们全村人都毒死？这是老太婆心太黑了，就是见不得别人比她好。秋华，你赶紧叫你爸妈回来，找她算账去。就是小家没几棵树，那年不结个上千斤枇杷，现在枇杷贵，这一斤要6块钱呢。你将那些枇杷摘下来卖了，至少能卖好几千，让葛翠香赔钱。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气愤。是啊，往年大家都能吃到又大又甜的免费枇杷，今年眼看着能吃了，却被葛翠香喷了农药上去，眼睁睁看着满树黄澄澄的枇杷却不能吃，村里人能不生气吗？我在群里一一回复了村民们，确保每个人都通知到了，才抬起头透过窗户看出去。此时三赖子已经爬上了枇杷树，骑在树干上，一边摘枇杷一边剥了皮往嘴里塞。树下面他老婆也跟个饿死鬼一样，拼命往嘴里塞枇杷。旁边二强婶子也是一边摘一边剥了枇杷往他孙子嘴里塞，而前世奶奶就是被他孙子一把推到山下摔死的。二强婶子和三赖子一家满载而归，直接把我家枇杷树下面被农药喷过的枇杷全都摘光了。我马上拨通了父亲的手机：爸，你快回来吧，家里出事了，隔壁翠香奶奶往咱家枇杷树上喷农药，我在群里通知了，但刚才我上厕所出来，看到咱家枇杷被人偷了好多，不知道谁家没看到通知，偷摘了咱家的枇杷，不会吃死人吧？听了我的话，爸妈丢下地里的农活，急匆匆赶了回来，看到两脚都是泥的爸妈，还有跟在后面的奶奶。庆华，咋了？是不是在学校受委屈了？怎么突然回来了？没有被欺负，我就是发烧了，老师怕甲流会传染给同学，让我回家休息几天，等退烧了再回去上学。爸妈松了一口气，让奶奶陪我回家，他们连鞋子都没穿，急匆匆去村里找人了。可惜太晚了，贪嘴的二强婶子一家还有三颠子夫妻俩早就边走边吃，到家的时候每个人都至少吃了半斤喷过农药的枇杷。我爸赶到的时候，两家人已经口吐白沫了。听说枇杷上喷了农药，两家的亲戚赶紧开车把人往卫生院送。送到的时候，二强家的孙子已经没气了，三赖子吃的最多，送到的时候人也快不行了。幸运的是，二强婶子和三赖子老婆被救了回来，但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劫后余生的拥抱，而是自家人的大嘴巴子。二强叔一巴掌把二强婶的脑袋扇成螺旋状。儿子每个月给你打2000块钱，咱家就缺那口吃的，你非要去偷，现在好了，孙子没了，庆环看你怎么跟儿子媳妇交代。二强婶子听说大胖孙子没了，还是吃了他自己偷的枇杷被毒死的，愤怒的眼神阴恻恻地看着我的一家。都怪你们，我孙子是吃了你们家的枇杷才被毒死的。二强，你打我干啥？快去找萧家的算账啊！算个屁的账，枇杷上的农药是葛翠香那死老婆子喷的。对，就是葛翠香害死了我孙子，她一辈子都没儿子命，生了3个女孩，连个亲孙子都没有，肯定是她嫉妒我有孙子，故意下毒害死我大孙子的。夫妻俩咬牙切齿，恨不得活吃了葛翠香。旁边另一张病床上，三赖子的老娘也扯着儿媳妇的手，让她体验了一番眼冒金星的感觉。你个懒蛋，我当初就不该心软，让老三娶你进门。老三爱吃枇杷，你就给他种几棵树，也累不死你。你自己懒得种，非要去偷人家的。我可怜的老三啊，
就是被你害死的。看着两家亲戚冒火的双眼，我赶紧把手机里的视频转发给他们。你们快去找翠香奶奶，都怪她往我家枇杷树上喷农药，都是她害的。两家人对视一眼，拔腿就往葛翠香家里跑。我跟在后面拨打了报警电话。喂，我要报警，有人恶意往我家枇杷上投毒，我们村已经有2个村民吃了枇杷被毒死了。我刚打完报警电话，只见两家人抬着大箱子，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葛翠香家里，大吵大闹，要他们赔钱。葛翠香又急又气，指着庆华奶奶就说：“他们是吃了肖家枇杷吃死的，你们去找庆华奶奶啊！肯定是他们家小气，不想让村里人吃他们家的枇杷，所以才故意往枇杷上喷农药的。是肖家害死了你们家人，你们去找他们家赔钱啊！”三赖子的大哥听到这话，直接往地下啐了一口，大骂葛翠香不是个东西。他在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他往肖家的枇杷树上喷农药，自己弟弟才会因为枇杷去世。现在不光不认错，还在这里造谣害人。葛翠香一阵慌乱，依旧咬着牙不承认。这时我拿出手机，把音量调到最大，屏幕直接对到这老太婆面前。翠香奶奶，我们家没得罪过你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家？谁不知道村里人年年都来我家摘枇杷吃？你故意偷偷往我家枇杷树上喷农药，是不是想把村里人毒死，然后栽赃到我爸妈头上？我没喷农药，对，喷壶里面根本不是农药，就是河里装的水。我看你家枇杷树有点干了，好心帮你喷点水不行吗？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我冷笑一声，收起手机，给赶来的警察让开了一条路。你到底喷的是农药还是水？你去派出所好好解释吧，我相信警察一定会好好调查，还死者一个清白的。我不去派出所，人不是我害死的，是他们自己嘴馋，非要去偷枇杷吃，跟我有什么关系？葛翠香挣扎着被民警押上警车，葛家也被一道警戒线围了起来。办案民警很快从葛家搜出了喷洒农药的喷壶，还在院子里找到了一个空的农药瓶子。经过检测，瓶子里的农药和我家枇杷树上残留的农药一模一样。因为视频是我偷拍的，我也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姚庆华，你明知葛翠香往你家枇杷树上喷洒农药，为什么没有出去制止？我苦笑着解释，当时自己正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加上翠香奶奶与自家素来不睦，家中又无旁人，我担心直接出面会遭对方打骂，便悄悄录下视频，打算事后交给父亲。为了不让村里人误会，还特地将视频发到了村聊天群里，为防有人未看到消息，又手写了一张警示牌挂在树上。直到此时，牌子应当还在原处。警察继续追问，为何二强与三赖子两家前来偷摘枇杷时未曾出面制止？我连忙说明自己当时因腹痛到屋后厕所，并未察觉有人前来，直到返回时看见门前散落着枇杷叶，树上的果子也明显少了，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便立即打电话告知家人，并且还说可以提供通话记录作为证明。我把手机解锁给了警察。1个小时后，我配合做完笔录出来了。看到我出来，一家人立刻围了过来。我拉着爸妈的手一起回了家。然而刚回到家，就听到隔壁传来哭嚎和打砸声。别砸了，你们别砸了，农药是葛翠香喷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哼，葛翠香是你婆娘，她的错就得你来赔。我要休了葛翠香，等她从治安局出来，就跟她离婚。她都不是我们家人了，你们有钱找她去，或者去她娘家要。葛翠香的丈夫气得脸红脖子粗，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声援。这男人向来是出了名的窝里横，平日里对妻子非打即骂，3个女儿在出嫁前也时常挨他的打。自从女儿们嫁出去后，除了逢年过节碍于情面回来略作片刻，平日几乎从不踏足娘家。这也怪不得他们当年出嫁时，做父亲的曾亲口甩下一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事少回娘家。葛翠香惹出这场大祸，男人急忙打电话叫女儿女婿回来帮忙，却无一人愿意搭理。你看他们多听话，父亲不让回，他们就真的不回了。而此刻，二强与三赖子两家人已冲进葛翠香家中，砸了个一片狼藉。家里的存折，2头肥猪，1头耕牛，10几只下蛋的母鸡，还有20多袋稻谷，全被这两家当场瓜分殆尽。庆华偷偷看了2眼，发现二强婶子的小孙子还有三赖子的尸体就这么停放在葛家。看到肖家一家回来了，葛翠香的男人急忙祸水东移，指着我爸妈说：两家要是没偷庆华家的枇杷，怎么可能被毒死？庆华家也有责任，你们怎么不去找他们要钱？对了，庆华马上要考大学了，你们去找他们家要钱，他们不给，你们就去学校闹，闹得他家庆华上不了学，他们肯定会给钱。翠香男人说的也没错，要不是庆华家的树，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果然，二强家和三赖子家都看了过来，眼睛里都是想吃人血馒头的狂热。我心里不由得感叹，好人没有好报。
与人为善的下场就是被人欺负。看着周围一帮看热闹的村民，我红着眼圈走上前，突然深深朝众人鞠了一躬，随即高声质问：这些年来，村里哪一家没有尝过他们家的枇杷？爷爷和父母向来把乡亲当自家人，从未阻拦任何人前来采摘。如今，他并不奢求大家为他们撑腰，只希望有人能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说到这里，我的语气愈发激动。那几棵枇杷树确实是我们家栽的，但我们从没让二强婶子两家来偷枇杷吧？他们来我家偷枇杷，我们还没追究损失呢。现在他们自己把自己吃死了，反倒来找我们这个受害者要钱，这算什么道理？我警告地看着众人，然后语气再次冰冷下来。倘若今天我家真的为此赔了钱，那么从今往后，我见到谁家田间地头喷洒了农药，便去啃上一口，随后躺下索赔。反正庄稼是你们的，农药也是他们撒的，就算我是去偷窃，吃出了事，也依然是你们的责任。一番话把原本是不关己的村民们说的瞬间犯嘀咕了。人群中一直沉默不语的武叔公拄着拐杖，颤巍巍走出来。他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之一，他浑浊的眼睛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庆华脸上。庆华，你说的在理，可你也得想想，这些年你家的枇杷，大家是不是真的偷？你爷爷在世时常说你家的果子是大家的果子，谁家孩子馋了，摘几个不算偷。如今你拿偷字来说事，是不是太绝情了？武叔公，我敬您是长辈，可大家的果子是情分，不问自取就是偷。我爷爷是善良，可他从没说过让人连吃带拿，还倒打一耙。今天他们来偷果子吃死了，反倒要我赔钱，这是什么道理？话是这么说，可村里人穷，你家条件好，就不能多担待些。真要算账，人心就散了。人心早就散了，从他们站在我家门口要钱的那一刻起，我就看明白了，善良换不来尊重，只能换来欺负。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冷笑，是村东头的赵老五，他手里拎着个绿瓶子，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庆华，你说人心散了，那你说说，你爷爷当年盖房占了我家半垄地，你家赔过1分钱没有？你爸前年砍了我家2棵杨树当柴火，我家说啥了？现在你家几棵破枇杷树闹出人命，倒把自己说成受害者了。哼！此刻我瞬间一愣，因为我从未听家人提过这些事。父亲却猛地站了出来，厉声驳斥，说当年宅基地是村里统一划拨，赵老五家那半垄地早已获得过相应补偿。至于那2棵杨树，更是因为赵家小子偷砍自家果树，被当场抓住后，由赵老五的父亲亲自答应用以抵偿的。父亲越说越激动，表示如果对方要翻旧账，那不如今天就当着众人的面，把所有事情都摊开说个明白。赵老五被这番有凭有据的反驳噎得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却仍强撑着面子，梗着脖子嚷嚷，嘴里不依不饶地嘟哝着假仁义之类的话。这时，一直沉默的村民陈大嫂突然开口：赵老五，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当年你家媳妇难产，是庆华奶奶连夜跑10里地去请的接生婆，1分钱没要你家。你现在说这话，良心让狗吃了。赵老五脸一红，嘟囔着退到人群后，但他的话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了更多涟漪。三赖子的堂兄挤上前来，指着我父亲鼻子骂：你家枇杷树种在路边，不就是故意引人来摘？现在出了事，想撇干净，没门！树是爷爷种的，路是公家的，我们还能把树挪了不成？你们偷东西还有理了？人群中开始七嘴八舌，有人翻出10几年前的旧账，有人说我家当年收成好多分点给村里是应该的，还有人嚷嚷着有钱就该多赔点儿。原本有些动摇的村民又被这些陈年旧事带偏了方向。我看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浑身发冷。我想起奶奶常说村里人朴实，可如今看来，朴实底下藏着的却是算计和嫉妒。好，既然要翻旧账，那就翻到底。谁家欠我家钱没还，谁家借我家粮没补，谁家孩子上学是我爸垫的学费，咱们今天一笔一笔算清楚。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部分还想闹事的村民。他们面面相觑，谁家没受过萧家恩惠？真要算起来，只怕自家更理亏。围在一旁看热闹的村民听到我说的话，也不由得感慨：庆华家说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啊！农村种树难不成把树砍了？还有种菜的时候，谁家不喷点农药杀虫剂？真要让庆华家赔了钱，那以后村里人都有样学样，我们还种不种地了？看着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风向渐渐转向我家这边。爸妈交换了个眼神，心一横，拉着奶奶径直走到葛翠花家门口，索性在门槛石上坐了下来，一副不讨回公道不罢休的架势。我妈更是站在葛翠香家门前，扯开嗓子喊，要让葛翠香的男人出来说清楚，口口声声说是萧家的果子害了他家的人，那今天索性就把账算个明白。还要求对方先把这些年从我家果园里偷偷摸摸顺走的各种果子一笔一笔折价赔清，从今往后也省得再厚着脸皮来摘，免得吃出问题又赖到萧家头上。
这血债我萧家可担不起。喊完，母亲猛地转过头，扫向那几个先前主张萧家应该赔钱的村民，丝毫不留情面，指着他们说道：“还有你们几家，也别急着走。这些年你们从我家摘了多少枇杷，多少李子、桃子、柿子、石榴什么的，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今天趁着大伙儿都在，也把账给结清了。从今往后，桥归桥，路归路，我家的果子你们一粒都别想再碰，省得万一哪天你们家谁吃了我家树上结的果子，有个头疼脑热、三长两短，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母亲的话让那几个平日里最爱占便宜的村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赵老四媳妇忍不住跳出来，尖声道：“哎呦，现在说我们偷你家果子，当初可是你婆婆亲口说的，随便摘，怎么现在翻脸不认账了？”父亲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说：“随便摘是客气话，你们倒好，整筐整筐往家搬。去年我家那棵最大的李子树，一夜之间果子全没了，是不是你家儿子干的？你看见了？有证据吗？没证据就是诬陷。”我见赵四媳妇油盐不进，走到他母亲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子，翻开一页给众人指着看。证据，我乃从3年前就开始记账了。今天我把账本子都拿出来了，谁家什么时候摘了什么，摘了多少都记下来了。他总说记着别人的好，没想到今天得用来记别人的坏。我刚说完，赵四媳妇冲上来想抢本子，被我侧身躲开。她高声喊着账本是瞎编的。我冷笑一声，翻开其中一页，大声念着赵四媳妇摘的种类以及数目。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二强和三赖子家的人脸上挂不住。二强冲出来吼道：“记了又怎样？你家果子不吃也是烂掉，我们摘了是帮你加忙。”帮忙？你们摘完还骂我家果子酸，骂我家小气，这也是帮忙？清华，我家去年娃生病，是你爸垫了3000块医药费，我一直记着。今天这事儿，我占你家。刘叔，各位乡亲，今天我萧庆华不是要逼债，只是要个公道。偷就是偷，害就是害，不能因为我们心善就活该被欺负。我的话外加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让村民们鸦雀无声。还有人像无赖似的想抢本子，我直接将记账本收起来，并威胁众人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把这本子交给村长，交给镇里，让所有人都看看咱们村的人是怎么记着别人家的好的，丢不丢文明村的名号。村里人都知道我家一家人好说话，这些年只要我家地里的瓜果蔬菜熟了，总有人过来占便宜。刚才对我家落井下石那几家，平日里可没少占我们家便宜，不但自己吃，还连吃带拿，每次都摘很多回去送亲戚。以前爸妈和奶奶总说，反正自己家一共就4口人，树上的果子也吃不完，不如做个人情送出去。村里人记着我们家的好处，往后家里遇到什么难处了，村里人才会帮衬着。可没有想到，生米恩斗米仇，吃了我家这么多年果子，被诬陷冤枉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落井下石的，居然就是这些平日里占便宜最多的。反倒是那些很少来萧家摘果子吃的村民，帮着我们说了不少好话。那些经常偷果子的人看到我爸妈不依不饶，非要跟他们算账。多数人开始帮着萧家一起指责葛翠香家，说他们胡搅蛮缠，明明是自己喷农药害死了人，还要栽赃到我家头上。见风使舵的村民们开始调转矛头，指责葛翠香家。我看着那些刚才还咄咄逼人，现在却满脸正义的熟悉面孔，心里一阵悲凉。二强家的儿子突然冲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庆华，对不起，是我妈贪心，医院说她刚刚已经咽气了，死者为大，你家能不能赔一点丧葬费？我家真的没钱办后事。”你妈是偷我家果子中毒死的，责任在葛翠香，你要讨丧葬费，该去找她家。可她家也穷啊，庆华，你家不是一直心善吗？就帮帮我们吧。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二强，心中五味杂陈。记得自己小时候，二强还经常带着我玩，奶奶还总给他塞果子吃。可如今他却为了钱跪在这里。我还没开口，三赖子母亲也挤过来：“庆华，我知道我家理亏，可人死了总得入土，你就当积德行善，多少给点，我们绝不对外说是你赔的，就说是你家送的慰问金。这不是钱的事，今天我家赔了，明天就有人敢去别家果园下毒讹钱，这口子绝不能开。”哟，说的挺正义，不就是舍不得钱吗？你家那么大家业，还在乎这点？这时，一直沉默的奶奶颤巍巍走上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一叠钱。二强，这500块钱是我攒的鸡蛋钱，你拿去给你妈买身寿衣，这不是赔款，是我一个老人家对死人的心意。奶奶，500不够啊。是啊，人都死了，庆华家条件好，多少再给一点，也算是积德。我家的善良不是让你们用来道德绑架的，今天赔1分，明天就会有人故意来偷来讹，这个口子我绝不会开。谁敢再来闹，我们就报警告他们敲诈勒索。另外，这么多年你们谁家偷过果子的，这2天赶紧把钱给补上。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见我油盐不进，二强家和三赖子家也跟着心虚起来。要说来萧家偷果子，这些年偷的最多的就是他们两家了。真要算账，也是我家找他们索赔。而且葛翠香已经被抓进去了，我手里还有他喷农药的证据，就算闹到法院，他们也没有证据找我家索赔。还是那句话，没人拿刀逼着他们来我家偷琵琶，因为证据确凿。葛翠香因为投毒致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听说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葛翠香的男人追到监狱，拿着一张离婚协议书要跟她离婚。判决下来了，无期，你这辈子十有八九是烂在里头出不来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给你守一辈子活寡吧？趁早把这个签了，别耽误我再寻个知冷知热的人过日子。我都跟你大半辈子，到最后你说离婚，我这老脸还往哪里放？不行，我不同意离婚。你不离也没有用。说完这话，葛翠香的男人直接转身离去。没多久，葛翠香的男人就从外面带了个老寡妇回来。不仅误食过量农药的二强婶子过世了，就连三赖子的老婆也没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便因为并发症呼吸衰竭死在了病床上。经过这件事后，我的奶奶抹着眼泪，让父亲拿斧头把门口那几棵惹祸的枇杷树给砍了。父亲正要去拿斧头，被我拦住了。爸，不能砍。村子里的看戏的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嗤笑出声。村西头的孙老六他叼着花卷，阴阳怪气地说道：哟，庆华这是舍不得这几棵宝贝树啊！也是，这可是你爷爷的念想，比人命还金贵呢。孙六叔，你家的鱼塘去年死了10几条鱼，非来是我家打药时风刮过去的药芯子毒死的，硬要我家赔了500块钱。后来呢，是你家小儿子贪玩，把电瓶车电瓶液倒进塘子里了，对吧？那500块你什么时候还？你胡说什么？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我今天把花放这儿，这树是我家的，一棵都不会砍。谁再敢拿这树说事，我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天里啊，人都死了，树还不砍，这是存心不让死人安生，要招更多晦气啊！大家看看，这就是庆华家人的心肠。这哭嚎声引得一些本就迷信的村民低声附和。赵老五又跳了出来：庆华，你不砍树也行，那你就出钱，请高人来村里读3天的书，让浩然正气驱歪风，不然这树影照着村子，大家心里都不安生。我家的树长在我家地里，碍着你们什么了？要办读书会可以啊，谁觉得心里不安生，谁自己出钱去请，我家1分钱都不会出。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你就不能服个软，让一步，大家乡里乡亲的。让一步，李大娘，当初您孙子掉进水沟，是我爸跳下去捞起来的，那时候您怎么说？您说我家都是大好人，一辈子记着。现在呢，就因为我不肯砍掉没做错事的树，不肯赔不该赔的钱，我就成了心肠硬的恶人。李大娘张了张嘴，低下头躲进了人群。父亲看着我挺直的背影，又看看院外一张张贪婪的脸，心中最后一点犹豫也消散了。他走到我身边，沉声对所有人说：树不砍钱不赔，谁要觉得我家碍眼，尽管去告。从今天起，谁再敢未经允许踏进我家院子一步，偷摘一片叶子，我就报警抓贼。这话说得异常决绝，村民们都被镇住了。他们习惯了萧家人的温和退让，第一次见到如此强硬的姿态。孙老六嘀咕了一句，走着瞧，拉着还想闹事的几个人悻悻地散了。奶奶看着空荡荡的院门，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以后可怎么过？奶奶，犯错的是人，不是枇杷树。再说了，这几棵枇杷树可是爷爷生前特意为你种的，现在爷爷不在了，这些枇杷树就是你最后的念想了，怎么能为了几个小偷砍掉爷爷留给你的念想？奶奶抱着我狠狠哭了一场。枇杷树虽然保住了，但村里的气氛却愈发压抑。有些人觉得我家太狠太绝情，开始暗中排挤我们，于是家里菜地被人夜里踩烂，晾在外面的衣服也常被人扔泥巴。一天傍晚，我从镇上回来，发现自家院墙上被人用红漆写了冷血人家，必遭报应几个大字。我默默打了水，一点一点擦掉。夜里我睡得并不安稳，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后院传来轻微的咔嚓声，像是树枝被折断。他一个机灵坐起来，轻轻摇醒父亲。我俩拿着手电，悄声走到后院。只见月光下，一个黑影正趴在墙头的树上，折下一根挂满果子的树枝。我爸大喝一声，手电光猛地照过去，黑影吓了一跳，慌忙想跳下墙头，却一脚踩空，摔进了萧家后院的菜地里。赵老五摔得不轻，龇牙咧嘴的想爬起来跑，却被我爸一把按住。赵老五，你大半夜翻墙进来偷枇杷？我没偷，我就是看看。看看，需要带着筐。我用手电照向墙根，那里果然扔着一个旧竹筐。我走过去，发现筐里已经有一堆枇杷和一把小葱。眼见证据确凿，赵老五赖不掉，索性耍起无赖。几个破枇杷烂葱，
值几个钱？你们至于吗？相信邻里的。至于，上次是踩菜地、扔泥巴、写红字，这次是翻墙偷窃，下次呢？是不是要放火？说完，我拿出手机，直接拨打了镇上派出所的电话。赵老五这下慌了，他没想到我真敢报警。别报警，清华，我错了，我把琵琶还你，葱也还你，我赔钱，求你别报警。我要是进去了，家里老娘谁管啊？赵老五一边打着苦情牌，一边跪地下求饶。周围的邻居被惊动，几盏灯亮了起来，有人探头探脑。我不为所动，对着电话清晰说明了情况和地址，挂了电话对父亲说：爸，看好他，等警察来。小庆华，你个狠小子，怪不得村里人都骂你，你就该天打雷劈，你家的果子迟早烂光。我直接让父亲找来绳子把他捆住。警察来得很快。赵老五偷窃价值虽不大，但属于夜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情节较严重。最终赵老五被拘留了5天，并罚款赔偿我家损失。这件事像一颗炸弹，在小小的村庄再次炸开。有人认为我家做得对，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本就对我家有怨气或占过便宜的人，却觉得我太绝。流言蜚语更多了起来。最让我难受的是，一天我看到向来和奶奶关系不错的张阿婆，在村口远远看见奶奶，竟转身绕道走了。奶奶站在原地望着老姐妹的背影，看了好久，才默默转身回家。她坐在门槛上，看着那棵枇杷树，终于说出了压抑已久的话：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赔点钱算了。奶奶，我们没错，今天妥协了，明天他们会更过分。几天后，村长上门调解，劝我家以和为贵，甚至暗示多少赔一点，平息众怒。父亲气得拍桌子：我们才是受害者，凭什么要我们赔钱？道理是这样，可村里人现在都说你家见死不救，心肠硬，以后你们在村里怎么过日子？村长，如果我们因为坚持对的事而被孤立，那这个村子不带也罢。话音落下，院子里有片刻的死寂。村长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背着手转身离开了我家小院。我转身搀扶着默默流泪的奶奶。奶奶，爸妈，我们收拾东西吧。镇上的老房子虽然旧，收拾一下总能住人。地里的庄稼，能收的就收，不能收的就算了。好，离了这糟心地，咱们一家人手脚齐全，到哪儿不能活？接下来的几天，我家紧闭院门，开始默默收拾家当。起初，有些人嗤之以鼻，认为我家不过是说气话。然而，当看到我家将不多的家具打包，甚至联系了镇上的货车时，村里人才真正意识到，这家素来被视为老实可欺的人，这次是动了真格。有人佩服我家的骨气，也有人骂我狂妄，不念乡情。但无论如何，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家。几年后，因为葛翠香因为意外死在了监狱里。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愿意为我种下枇杷树的人。在听说家里当年发生的枇杷树要死人事件后，未婚妻直接将婚房别墅的院墙加高到3米。这下好了，别说偷果子，踮着脚也甭想看见咱家树梢。我看谁还敢打主意。这下子再也没人能偷到庆华院子里的枇杷了。